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师父好。就这2天呢，也就是3月28日哈，在亚洲的缅甸还有泰国发生了将近于8级的地震。据目前哈在网络上报道，大约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1600。受伤的人数应该不太好统计了哈。现在这个数字应该都不准确。那我们看到的报道来看的话呢，将近8级的地震哈，其实是毁灭性地震。这个灾情非常严重。你像缅甸有很多房子倒塌呀，有些应该因为这么强烈的地震呢，有些人确实没有机会跑出来，就砸倒在屋子里。是，对。那更麻烦的是住高楼的哈，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泰国有楼直接塌下来了，如果里面有人的话呢，那确实没机会跑哈，而且一下就砸到里头去了，那咱不说别的，就算是土的话，那么多土砸下来，人也给闷死了给是，对，真是挺，然后看着说实话就挺心痛的，对，其实地震的头2天呢，我就不太那么自在，就是很心烦意乱，就是有些感觉这个就是看到消息之后就是很不自在所以我也真诚的祈请呢，大慈大悲，佛菩萨能够接引他们这次的遇难者往生极乐世界。让所有的受伤者呢能够早日康复，也盼望着呢他们能够早日重建家园那过一会儿我们念佛呢，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为这些受难者念佛祈福当然一会儿念佛，大家也可以贴出你的这个，尤其是为这个往生的亲人或者历代祖先呢，想这个得到佛菩萨佛光普照加持的呢，也可以把你这个心声贴出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贴到我们的网上去借用大家的金口玉言异口同心的感觉呢，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与祝福让往生者呢能够更吉祥更好能够早生天国，或者是早日解脱到极乐世界那他们好，我们才会更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清明时节已经马上就到来了这是咱们祭祀祖先的一个传统的并且非常重要的日子。师父，那这个祖先他尤其是已经都往生了嘛，很久了对，那他们的去世的话，对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会有影响吗？有，虽然他们已经都往生了通常一般人认为人的死亡、往生死亡就好像是一了百了了，对呀，就一切都消失了。那叫我们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我也不是盲目的乱信的其实他这个灵魂呢还是继续存活着的，是存在着的并且也经过很多的调查和了解呢，就是如果这个往生者呢去世者在那面那个世界如果是下地狱的话，也就是在那边受苦的话但我们活在世上的与他相关的亲人就可能会遭灾或者贫穷或者突然间出横事病倒夭折还有他这个连续性的后代，比如他儿子、孙子、重孙子等等的，说不定也会受此牵连。那叫我实际上看到的部分牵连的是很严重的，比如这个孩子到时候就痴呆或者出横事就我看到的是好像有点恐怖吧。所以很有关联。那这是不好的现象那有的祖先就是后人超度的很好，请这个高僧大德在一些修行的道场做法事等等做功德那超度的很好，
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到了天上，也会护佑他们的子孙后代呢？这是一定的。就是说，我也认为哈，世界是多层次的，看大家怎么理解哈。就这个真实世界的存在呢，就不光是我们人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才是唯一的一个世界。就是人类派什么飞船哈，弄飞船到这个整个太空去遨游，就希望找到另外一个有类似于人类的世界，到现在还没有爆出好消息来。其实原因很简单，它是不同层面的世界，不同层面的世界是，所以就像一开始呢，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是，比如说点火吧，用木头点火，是吧？你看，就拿打火机来说，过去怎么弄啊？木头钻火哈。对，钻木取火。对，钻木取火。再接下来呢？火柴。用两个金属的东西啊。金属碰石头啊，或者石头、金属碰金属的，产生一点火星。对。把旁边的容易易燃的东西也点燃，再变成火，是吧？对。后来有了火柴。对。后来有了汽油打火机。是。现在呢，打火呢，你说多少种吧？有的就是一点电，一点一个电上，它就变成火就出来了。对。是吧？你看不见火苗，但是可以点燃任何东西。是。所以这个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认识哈，当越来越深之后，才发现了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单层次的这么一个世界。它可能就是在，就是说，不同的生命以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而存活着。那么它所需要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看到的这样一个世界。知道了哈。那个灵魂的世界，就是不管它是天上还是地下、地狱这样的哈，它不是应该离我们很远吗？它怎么还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呢？这个影响呢和远近没有关系。对，一个是与远近没有关系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在我所看这个世界哈，就笼统宏观的说，我们其实用最古代传说中的那个概念理解是最容易、最浅显的。所以在人类将面临的这个世界有3个世界，将来可以选择的。第一个是最高的呢，就是天界。宏观来，天界是往上看的这个天界。天界的好处是一个寿命长。第二个可能是要什么有什么，享福的。对，就是物质非常的丰富，并且没有那些痛苦感。对，有些长到了多少亿年，就是这样最长的哈。对，那第二个世界就是人界。今天类似于人类的猪狗牛羊这样宏观的世界，在这个地球的世界上来说，能够领悟于佛法，就是有更高悟性的这个生命，目前还是人类。所以中间有人类这个世界，那其他动物也叫畜生界低于人类。那个比这个再低的一个世界呢，叫地狱世界，也叫地狱。那就受苦了。受苦了。通常就是罪恶比较重的人会下地狱。笼统上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好的。简单解释一下，网友肯定会问一些新的网友，那什么样的人入地狱，什么人上天堂呢？对呀。简单，特别简单，就是比较自私的人下地狱。比较有博爱心的人上天堂。你说为什么呢？自私的人呢，如果你比较自私的话呢，那就可能会掠夺了他人的财富、财产，或者是他人所爱的东西，成为己有，自己来享用，这样就免不得就会伤天害理，伤害他人，用不道德的行为伤害他人，比如是小偷，人家拼命工作30年。存了一点养老金、棺材本，你瞬间呢，这是10分钟或者1个小时，把人这个财富给拿走了，是不是就等于
就是变相的要人性命哈。对，你看是伤害嘛。小偷你说好坏先不说，就是自私心太重嘛，是吧？但是呢，有博爱心的人呢，就是佛门叫利他，就帮人的，自私心少，乐意帮助他人的人，世界上就有人天生乐意帮助他人，更多人经过学习教化之后，才懂得去帮助他人，是这样的。所以帮助他人的人升天堂，这特别自私掠夺他人的人下地狱，不好不坏变成人就这样，我记得以前师父讲过有一个那个比喻哈，特别的容易理解，就是做好事的人帮人的人呢，他就好像这个灵魂上就绑了很多的大气球，他就往天上升。是。对，作恶的这些人呢，伤害人的人哈，他这个灵魂上就绑了很多大秤砣，往下坠。对，是这样的一种。讲《地藏经》的时候这么说。对。那今天为啥没用这个例子呢？因为它这里头气球和那个沙袋其实那是有功德和罪过的问题这就没用那个来比喻那上天堂的理由呢？那个因为他没有贪欲嘛，又帮了人轻，虽然轻，但是非常吉祥富贵，所以往生天堂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比喻哈。好啊，就我们很需要慢慢的在学习呀。是，到了地狱之后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哈。那是各种的苦比如说容易记住的哈，比如说给你的身体大卸八块，这是一个刑罚哈。你看到无边无尽的你自己很多种分身可能有1万个100万个都绑在一个铁床上被这个鬼差呢把你给大卸八块。哎呦还有呢就是用火烧你，无数个你自己烧成灰了，烧成灰之后你自己又变回来再重新烧，让你体会到被火烧的痛苦的感觉。对吧？你作恶多端，没行善事，是不是没做过善事没有拿食物供养过他人，那你死了之后呢，你要饿了之后，你喝水也好，吃饭也好，就变成火炭。对，你怎么吃？没法吃对，永远挨饿。对，就是受苦所以到地狱就是受苦的。所以咱们如果有亲人，咱的亲人长辈如果在地狱正在受苦随时每时每刻的那个叫挖心之痛你说你在人世间活着，你们是血肉相连的，血脉相传的这么一个传承关系你能没有感觉呢？对，你能心脏病不发作吗？是，对不对？对。你那边被你的亲人祖上，比如说你父亲正在被那个鬼拿锯子锯他的腿的话，你在这个人世间能不腿痛吗？是。明白了哈，大概是相连的关系。哎呦，这个所以真是这个祭祖太重要了哈，是非常重要。对，所以其实祭祖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要让我们的祖先脱离地狱，可不能在那儿受苦哈，是要往生善处，要上天呢，这样才好。对所以想呢，给大家先听几个故事，好吧？先听一听来自于日本网友的故事。好的，这个来自日本东京的网友小美她是写信的，写到师父的邮箱，那我们也征得了她的同意呢，然后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她说：“师父好，我是小美，来自日本东京。2022年3月底呢，我的先生出了意外。”他在自家院子里干完活儿，准备坐下休息。院子里呢有一张常年放在门廊边的木椅子，结果那天不知道怎么被挪开了。他呢习惯性的一屁股坐下去，整个人砰的一声摔在地上，把腰摔断了。他摔的时候本能的就用手去撑地嘛，结果咔嚓一声，手腕也粉碎性骨折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突然生活不能自理，连上厕所都需要人搀扶，他也因此被公司辞退，没了工作，没了收入，整个人一下子垮了下去。疗养了整整1年，他才能勉强走路。而与此同时呢，我开始出现严重的失眠和头痛，还做噩梦，特别是梦到我的婆婆，脸色青白，五官扭曲，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甚至伸手要把我拉走。醒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被阴冷的能量压住，
憋气、发抖、无力。那我们的家庭呢也乱了套，我们有2个孩子，儿子今年26岁，明明都从很好的大学毕业了，有稳定的工作，却突然回家说公司压榨人，就辞职不干了。这一整年天天在家打游戏，变成了啃老族。女儿呢才15岁，却整天泡在外面谈恋爱，鼻孔啊、嘴唇上都穿了一堆的环儿。前几天呢，女儿还带了一个全身刺青的男朋友回家，没说几句话就跟爸爸吵了起来，几乎要打架。而且呢，这几年呢，我发现一到3月和8月，家里就更加的不顺。我在朋友的介绍下，鼓起了勇气写了这封信，请求师父帮忙给我看一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然后当时我们师父收到这个信呢，然后师父就回信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小美女士，您和您的先生与公公婆婆的关系如何？然后呢，很快就收到了小美的丈夫的回信哈，他补充了很多内容。他说，我的父母是很传统的日本夫妻，我上大学之后呢，就慢慢的和父母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了。因为父母信仰佛教嘛，但我是信科学的，我觉得那些都是迷信。我太太呢是个职业妇女，也很独立，和我父母的观念差异就更大了，所以经常和我母亲吵架。后来呢，婆媳2人变得像仇人一样，所以我们2代人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5年前，我父亲去世了，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因为有专人照顾嘛，我和太太就更少去看望她了。2022年的2月份呢，我母亲也去世了。我们把2位老人的骨灰安放到了一座寺院里，请了高僧来诵经。我们自己之后就没怎么再去烧香祭拜了。那请问师父，我们的家里的不顺是跟父母有关吗？请师父指教，感恩师父。我们当时就是收到这么一封信嘛，哈，对，对，他就是说是3月份的时候那个3年前啦，3月份的时候摔断了腰然后手腕也是骨折。对，好像她婆婆去世后，她家里挺倒霉啊。就是其实后来我们对了一个这个时间，就是她婆婆去世之后的1个月。对先是莫名其妙跌倒，她的先生对吧？还挺严重的。对，那太太又开始做噩梦、失眠情绪这个精神也不好。而且她的梦都是跟婆婆有关的。对，婆婆还来吓她，甚至还要拉她走，而且面目狰狞的。经常梦到，很不高兴的感觉。所以她就醒来以后就像梦魇一样的嘛，就很难受了对。其实梦到亲人总想带他走通常不是个好事就是容易折他的寿。你看是这样。对，所以你看这个夫妻2个人已经就很不顺、很倒霉了吧？结果儿子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在家宅了1年，变成啃老族了。说也没用，就没有一个正常人的工作动力了。对，本来都挺好的，这是很奇怪对，然后女儿呢，就是青春期就是那种不着调了，非常狂妄躁动。对，又谈恋爱呀，就反正很不靠谱又让父母很担心。对对，又不听话。那关键现在这么一算计的话，这个一家4口人就乱了。对。而且他还说他还说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发现这几年都是到3月份跟那个8月份左右这个时候他们家就更不顺。就事情就更多。他发现这么一个3年了嘛，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对，这有说法了。对，其实3月份像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清明节嘛。对，8月份基本上就是中元节，就是都是2个，都是那个祖先或者亡灵。真是。要祭祀，对就是这个时间。像在这2个月的时候这2个月份的时候，会有些身体敏感体质的人或者是有一些阴气较重的人，就容易产生一些感应。对，尤其是不自在的一个现象对。
那我们就是其实他信写的也不是那么详细，因为第一次的一个网友嘛哈。但是我们从他这个信息中也看到了很多。一个是这个夫妻俩其实对长辈啊，对公公婆婆不是那么孝顺的啊。这个媳妇跟那个婆婆经常吵架，都像仇人一样。后来就越来越都不来往，不来往就是不去照顾嘛，哈，不去尽孝了，对不对？也不关心呐，哈，这是。另外还有就是公公去世后就把婆婆送到养老院了，对，更不管不顾了，对，对，不管不问不伺候，是，哎，那叫做不孝嘛，不孝，对，所以应该婆婆走的时候也是很寂寞，很带着怨恨走的，对。其实很多青年人没这概念哈，尤其是这个媳妇嫁到和丈夫结了婚之后哈，面对这个公婆来说的话，一个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容易拌嘴吵架，是容易产生一些争议啊。对，但是呢，就是很难把这个公婆当成自己的妈来看那么亲。其实总心里头是防着一切，是吧？对，或者是那种抵触啊。抵触。对。还有就是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是。你在一个屋檐下，那就鸡犬不宁啊。对。哎，当然说两代人之间哈，如果相差20年以上，那么对于很多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是有差别的。是，这是正常的。每一代之间都是这样子。对。就是，但是日本的话，通常我们都看，日本人是比较传统的吧。他以前比较传统，现在我看这个新一代也是比较西方化。对。就是日本这个，我们去研究它这个近代史哈。其实日本就是有个明治维新那个时期哈，就100多年前，就是他们也发现了，就是欧洲。西方国家哈，这个那个时候的科学工业之类的哈，对，哎，制造业非常发达，那么日本呢是东方国家，这大家的发达的这个程度是差不多的，是相对比欧洲来说就比较落后，哎，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比较开放，赶快就是让很多青年人去这个欧洲去学习，是这样，啊，那时候真正的留洋，对，啊，去学习他们新的文化和技术。其实，在这个近100多年以来呢，就是日本人其实从欧洲人那里学了很多非常有用的现代的科学知识。是的，对。那同时，可能他们这种观念上也受到了西方的很多的影响啊，就变得就是家庭的那个观念没有那么的强了啊，下一代都比较独立啊，各做各的，各住各的，对，对。对，所以就造成这，而且你看，就是他这个传统的这些宗教礼仪啊，这一些呀，哈，对，也是有这些那个变化的，所以就是那个上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的摩擦了，其实这样子的不愉快感，在小美这个情况也是挺明显的，他就说就是他父母还都是信奉佛教，就是有一些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思维啊，那种做法什么的。到他这一代的话，他说我信科学，那些是迷信的，对。但是还好，他还遵照他父母的那个传统，反正人去世了以后，还是把骨灰送到庙里去了，但是就送走了，就一了百了了。对，他可能按照西方的这种文化来说，就没有觉得这个灵魂到底存不存在，学这个西方科学学的比较肤浅，是认为没有侦测到、没有看到就是不存在，对，哎，是，那所以老人从到老到病也没怎么管。是这样啊。他死了之后说：“你不是信佛吗？我把你骨灰放那个寺院可以了吧？”对，哎，这所谓的也算够意思了。对。但是没想到，你看后来这么多的不吉祥的巧合就发生了。是，对。所以今天也给这个小美夫妇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啊，应该确实就是他们对父母的不孝造成的啊，父母的怨恨哈，尤其这个婆婆的怨恨，造成一家人的不顺，所以呢，也请小美呢，就是今天也许他们在听哈，对，那也接下来学习一下后面的故事。我相信总结起来哈，经过今天咱们的直播内容，我相信会对小美一家人会很有帮助的。对，
那小美的这个呢，就是她生前呐哈，对婆婆的这种各种不顺不孝不照顾不养老，然后往生了以后也不祭祀哈，所有的造成的。那么我还有一个故事哈，这个也是挺可怕的啊，是我们马来西亚甲洞禅堂的云地师姐。她讲呢，这云地师姐其实是一个蛮孝顺的一个儿媳妇啊，她跟她的先生呢就照顾她的这个婆婆呀哈，老年的时候一直照顾她，养老送终啊哈。那婆婆到93岁，有一天呢就在她家中，在早上就安详离世了啊，闭着眼睛，非常的安详。那离世了之后呢，那就是这个儿子呢就赶紧打电话给他的兄弟姐妹说，赶紧到家里来，我们商量一下老人的后事哈。好了，那他的三姐夫先到了之后呢，就在院子里就跟他这个儿子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为啥呢？这个三姐是做生意的，有几个钱哈。平时虽然不照顾母亲，但是这个后事这一块呢，她还是说，哎呀，我来做主，我来弄怎样怎样的。但儿子不高兴啊，说你平时都不管，你现在你要出大头啊，那我们不应该呀。结果两个人越吵越激烈，声音越吵越大哈，吵了1个小时哦，都还没停下嘴。然后我们这个师姐就儿媳妇嘛，就听都听不下去，就出来，实在没办法，就哎呀，求求你了，你们俩别吵了，说这样可不好哈，说等一会儿其他的兄弟姐妹到了，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啊。好了，他俩好不容易不吵了，那儿媳妇又回到房间，就看着这个老人的遗体呀哈。结果他一推门一进去，本来是老人是安详离世，闭着眼睛的，他一看给他吓得都吓坏了，就头发都立起来了。为啥？那个老人家眼睛睁开了，我天哪！然后表情也不安详，变成愤怒的表情了，给我们这个师姐吓死了，赶紧跑出来就跟他先生讲说，千万不能再吵了，你看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吵，老人眼睛死不瞑目啊，眼睛睁开了。他的先生还不服气呢，不是我呀，是我姐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这师姐就又说，她说千万不能再吵了，说你俩不管谁，只要再吵，那咱妈都得坐起来了。哇，你说多可怕啊！就出了还有这种事情，所以就说本来老人家93岁高龄哈，对，走了哈，还很安详，结果就在那一天啊，结果子女在那儿争吵不休。让老人死不瞑目，活眼睛睁开了，我的天！婆婆的灵魂都听见了，她生气了师傅，您说这是真的吗？人家说的能是假的吗？哇，那不是他人都死了，不是他，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编都编不出来啊。对呀，就对不对？人死了之后哈，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观察呢，就是人这个灵魂哈，他也不想走。所以灵魂还在，他知道要死了，他只是住了多少年在人间，他是90多年嘛，对不对？是。无论怎样都熟悉这个地球了呀。对呀。你让他走了到另外一个世界，舍不得，他也舍不得的。是。所以的话，走了这个几天哈，你在出殡前的这些几天里头，保证灵魂还在你家里头。哎呀，那都听见了，对，都听见的那个老人气死了，把这个气的又睁开眼了。哎呦我天，说这个挺严重吓人吧？还有比这更吓人的呢。有的是睁开眼睛，嘴巴还张大了面目变得狰狞，哎呦，是吧？说，比如手原来放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后来手换了位置，张开手，都是可能。哇，这些就是有一个词叫诈尸相关。哎呦，这个尸体哈，因为这个愤怒哈，被某种电能激发了之后呢，他就是甚至他有点想活过来，但确实活不过来的一种表现。他的动作改变了，其实就是那种愤怒的那个能量，让这个尸体的这个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是，哎呦天，这个那非常麻烦。那我们这样分析一下，本来这个老妈妈是安详离世的高寿哈，是，那她经过这么一出，哇，又死不瞑目，又睁开眼，又愤怒了，那她还能安详吗？那个灵魂还能本来要是上天堂的话，还能上吗？上不了啊！哎呦，上不了啊，可以下去啊，下地狱。那这子女，这吵架的子女，这罪过太大了。但是将来他们会吃亏啊。
所以妈妈又这种怨恨又回来，会影响到在世的儿女哈。我们比如说这位老人哈，对，因为他的一生的罪过，来阎王爷算一下之后，说入第1层地狱，就是受苦不是最多的，等着待几年之后就转世为人了。是。但是因为子女在那争吵哈，老人给气得诈了尸哈，又产生这更新的更大的罪过，可能进入到第5层地狱。天哪，往下走了。对，是很不吉祥的事情。对，主要是对老人不吉祥的刚才一开始师父就讲了嘛，这个往生的老人跟我们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是，所以后代一定会吃亏的呀。太可怕了，方方面面的吃亏。对，那我们还得慢慢听，这个得怎么能不能改变，怎么办哈？哎呦，所以就是你本来就是要走了哈，老人要走了，比如说养了3、5个孩子，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应该舍不得你的妈妈离开，是不是啊？是，就是正常的悲伤，或者跟着一起祝福念佛才是对的。对。结果呢，老人还没咽气，就在那吵啊，只能加速老人的死亡。对。老人能不生气吗？就这个时候说我要走了，没一个人爱我的，都是在那争家产。没错。争你们要获得的利益。对。就是你在争这个家产遗产的本身，还意味着一个什么东西？你们不就盼我早死吗？是。真气人哦。对呀。所以在每一个去世的这个往生者来说，那个时候特别生气。真气人。你们不爱我，都能争我的财富。对。就是这个。叫谁不生气啊？真生气，真是。哎呦。那师傅，就是那个关于这个老人含冤离世的，我们最近在温哥华常常也听到一个相关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位师姐呢，她名字叫雅琴，她说20多年前呢，她跟她丈夫，她从那个台湾移民到了加拿大嘛。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孩子还小，然后想说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就是当时因为她先生就是她的公婆的唯一一个儿子，所以这公婆特别疼爱，也很舍不得他们，就让他们说，哎呀，你那边人生地不熟啊，语言又不通啊，你们还是别去吧。但是他们还是毅然决然的，就是决定一定要去，就递交了这个申请，后来还是到了加拿大。那就是每逢什么节日啊，那个公公婆婆都会打电话，就是请他们回到老家去看一看他们，就是也希望一家能够团聚嘛。但是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就是孩子在上学呀，或者工作太忙就没有回去。那导致说呢，后来每一次这个她的老公跟这个公公打个电话，那每次都讲不到2句就会吵起来就是关系闹得特别特别僵。然后她婆婆还告诉他们说，哎呀，你知道吗？因为你们这样子，现在公公呢就是连门都不出了，每天就在家里闷闷不乐的。然后就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过了10几年，那后来婆婆也去世了，然后公公呢身体因为比较年长了嘛，身体也变得不太好，那所以呢就是公公后来他连行动都有点不方便，就是下肢有点瘫痪，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保姆回去照顾公公，但是他们就是也是没有回去啊，或者把他接过来。那当时其实公公呢，他特别想念他们，然后也是想要来加拿大跟他们团聚，但是每一次公公跟他们提了之后呢，他们就说，哎呀，就是老爸可能不方便啊，你看，哎，你这么长途飞机也不安全啊，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他，导致就是公公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家乡跟着那个保姆。那后来到了2023年呢，就是有一天就是来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公公病得非常严重，进了那个加护病房，然后所以这个雅琴的丈夫马上就跑回去他们家乡，想说去看一下公公。但是很遗憾的，当时公公已经神志不清了，就迷迷糊糊的，也就是睁不开眼睛啊，说不了话，所以就是最后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跟那个公公讲上。那这样子呢，这公公就这么样的离世了。那雅琴的丈夫呢就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公公的就是他自己爸爸的那个表情是非常的不安详的，
就感觉那个老人家有特别多的遗憾啊，特别多的怨恨，这样子就离开了。好可怜呢，是很可怜，很可怜。但是呢，就是你看哈，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丈夫呢也经常开始梦见这个公公，而且每一次梦见呢，这个公公的表情都是非常气愤的，对，感觉就是非常愤怒啊，不开心，就是每次都是像做噩梦这样子，像刚才那个第一个日本小美的那个情况一样，这个公公就特别生气的看着他，每次就把他吓醒，真的，对。然后自从这个公公去世之后呢，他们家里也开始连续不断发生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他的先生的身体呢，突然开始出一些奇怪的状况，他只要吃一点点东西呢，就胃就不消化，而且就是浑身就难受，血糖还飙升，还出现便血。就到了医院检查呢，那个医生就告诉他，其实好像查不出任何那个具体的原因，你为什么会那么不舒服？但就是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情况就一直在那边持续着。而且就是身体不舒服，情绪也变得很糟，所以就是两夫妻经常吵架，就是夫妻关系就是日渐紧张，然后甚至有一天呢，那个老公还出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就是这样的种种的不顺就开始发生在他们家庭里。然后那个先生当时就严重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那个先生告诉他，我的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来，你陪我们去找一块墓地吧。自己想着可能都时日不多了哈，就干脆给自己想后事了。是，就是严重到那个情况，就是他说没有生活的希望了都要找一块墓地的那个情况。而雅琴自己呢，就是作为媳妇儿，她也是感觉她一直也是有出现这种做噩梦的这个情况，他也常常梦见公公，而且公公也是用那种非常生气啊、气愤的那个眼神去看着他，然后每次梦醒呢，他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头晕啊、心慌啊，这样子一直感觉压力就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就是说我忍不住想，是不是公公一直有怨有恨，他在冥冥之中还给我们一些负的能量，一直拉着我们往下走啊，然后呢，就是转眼间就到了2024年，就是他公公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当时候他们两夫妻就想说，虽然公公离世了，我们还是尽一点孝心吧，我们就祭祀公公，为他烧点纸钱。这么一烧呢，就是奇怪了，他怎么点呢？就是点不着那个纸钱，他要烧给公公的钱，点不着纸了。对，点不着。本来是很容易着火的吗？点不着纸钱。是点不着。然后后来费了老大劲，就是才点燃了一点点。然后他们这时候才真的深刻感觉到，是不是公公或者是不是爸，他不接受我们这个心意啊？是，然后幸运的是，当时这个雅琴已经在跟师父学习嘛，也是跟师父学习到祖先跟我们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个关系。那也是知道说他们家里遇到的种种不顺，可能就是跟公公对他们的怨气是有关的。而且就是这时候也开始反省，回想起当时候一个人就把公公一个人留在那个家乡里，跟着一个保姆，他们也不看望，然后也不关心。就是老人家就是离世的时候一定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难过，真的。对，他就开始忏悔他这个种种的这个不孝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也是忏悔用各种功德来弥补，然后一直在我们禅堂做义工，一直把这个功德要回向给他的公公，希望他能够走得更加安宁了。然后在今年的清明节呢，他也在菩提学院网站给公公点了灯，在禅堂也做了一份大供养。那非常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在他做了这份大供养的第2天，这个雅琴在我们的大殿里去那个静坐的时候，就看见了他的公公。对，这时候呢，他的公公的表情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气愤啊、生气了，他就看到公公就是远远的在那边，就向他微笑，而且画面是非常吉祥、非常温馨的。然后雅琴她形容瞬间呢，其实她心里压了那么多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他感受到了公公终于开始原谅了他们，而且从那天起呢，家里的氛围也开始好转。先生脾气变得温和，现在吃东西都吃得下了，血糖也变得正常。就是她觉得她熟悉的老公终于回来了，而自己的身心又充满前所未有的轻松跟安宁，非常欢喜，真的是说不出来的感动。那非常感恩师父的教化，非常感恩佛菩萨的加持。他这个故事也是，就是他们移民20年哈，是对，这20年来真的是不孝啊，一个是也没有回去看望过，再一个就是说公公到晚年的时候都不能够自理了哈，然后有这个心思说想搬出来跟儿子媳妇住养老哈，他们又不接受，对，实际上是不孝。真的就是不孝。还有就是你平时你回不去，你打个电话都打不好，还要争吵。对，你说真是，哎呦，不懂事啊。对，太不懂事了，所以公公也是含怨而终。真的，我觉得就想想老人家20年就是积在心里的这种委屈呀、怨恨呐，哈，对，真是不少啊。你看把一个孩子养大，付出多少心血，对呀，日日夜夜看护着你是不是教化着你，抚养着你。结果把你养大了，娶了媳妇忘了娘，就是根本就对。其实他们在不闻不问。对，其实他们在这个移民社会这种在外面打拼，你说什么上学忙啊、工作忙，这都是借口。真的，你该尽的养老的这个义务就应该尽的。所以有时候人去世了之后，那个能量比活着的时候要大。你看生了气之后，你点那个烧纸点不着。对，是。那你不接受你的这个。一般从科学角度来说，纸还有点不着的。就说呢，对不对？对。因为变成烧纸的纸都是最容易点的嘛，一般黄标纸类的，对呀，可容易着了。这就是呀。公公就是他那时候意识到，公公就是不接受这个心意。对，对。但好在呢，就是这个雅琴跟师父学习了，好在他也意识到了，哎呦不孝，他也忏悔了。首先忏悔这个就很起作用哈。对。再加上他也去确实做功德，点灯啊，做供养啊，把功德回向给公公啊。是。哎呦，今年终于有所改变。对。是。为公公婆婆做点这种之后的善事，即身后事之后的善事。对，因为活着的时候没有尽孝嘛，这个时候去世了之后，能在佛前为他们做点啥？是。你看公公开心了，就是。对，就是现在看到公公的样子，都是就是面带笑容啊，非常的温馨的，就不像之前那么愤怒的看着他们。对，就是慢慢开始有所改善这个情况。关键他自己说的那句话就是心里的那个大石头突然之间放下了。是。那个东西，他用这个石头来形容，是不是？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就是公公给他们的这个负面能量啊？还是？不是公公给他的，他违背了天地之道。对不对？你这个父母养你嘛，父母老了之后你要去赡养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他们违背了呀，违背了之后，上天都会愤怒的，真的。所以让他和他先生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健康绝对出问题？对，车祸财运出问题，平安出了问题，是，接下来就是追命了，就会就这份负能量也卡住了他们的生活。对，所以幸亏及时醒悟。对，真的，要不然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是。但是师父，我觉得这个雅琴他这个夫妇俩还是要继续好好做功德。这个公公20年的积怨，你这个1年的功德。刚开始要化解的话，还得接着做呀。他懂事了就好了。因为人就是为并非自己的父母去做一份所谓的功德，就去世之后的功德。其实很多人是不在意的。就不在意说人死了一了百了的事情。对。哪还存在于什么灵魂怨气啊？就我告诉你，是越听越害怕。真的，你懂了之后你就怕了，是不是？你不怕是因为你还不懂，没受到那个东西的惩罚对，所以他慢慢就懂了是，师父，那我替那个日本的小美再问一个问题好，对，他也是尊重父母的这个佛教的传统，不是把父母的骨灰送到这个
佛教寺院里了哈，而且也诵经啊这样的。在那个寺院里，我猜想哈，可能也会天天播放佛号啊这样的。那是不是他的父母的灵魂就得到了这种安慰，能够被超度呢？这是大家的一种美好的想象实际上说，比如说觉真借人100万，对吧？你是不是今天到这个寺院里头，你出家，请问那个债务你还了没有？你还没还的时候，对，实际上债主还得人着急呢，对不对？无非就是说我也不能去到寺庙的门上去打架，来找你，是吧？像凶恶似的来要这个钱，对不对？但是我的怨恨有没有啊？还是有的。这个债没有还嘛？对，利息还是涨的。对，何况你已经是骨灰了哈。你骨灰就放到寺院，你的那个借的那个债就不还了嘛？没有消除。没有消除。所以要解决的话，不是说放在寺院里就能解决，而是说后代一定要做功德。对，他们可能放到寺院的时候啊，就有点像存东西的储存费一样，也肯定也缴了一点费用，对不对？但是这点费用只是存那个骨灰罐子的那个费用，但是没有功德呀，对吧？功德就是替你还债的一个部分的，是这样一种能量，就是你不是你欠债不就能没钱嘛？你做功德就等于在产生了财富，是这样的。那也希望日本的小美夫妇哈能够听到这个雅晴的故事哈，对，一个是忏悔自己的不孝，再有的话就是要为父母做功德到这个真正的修行场所去要么做义工要么是供养是这些哈都是可以的，然后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往生的父母，求得他们的原谅。是，所以想讲到这个问题哈，也有人说。比如说这个某某人和他的公婆产生了一些纠纷，是吧？或者和某一个人，比如说甚至打架打死了一方，是吧？对方死了，是不是就他人死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怨恨了呢？对，是吧？对。你和我争吵，你死了，是不是一了百了，怨恨也消失了呢？说你呢，比如我抢了你的钱，我还把你杀了，你死了，是不是这个债就没有了呢？应该不会。不是，在人世间没有了，在宇宙间还有。在宇宙间变得更强大。对。如果总的就轮回概念哈，就是你拿这个东西拿这个石头绑上个绳子旋转。对。你想哈，等它甩起来转了一圈之后，这个它撞击的能量比石头本身是不是更强啊？是呀。它是转的圈数越多，加了速度，能量就越强。对。我记得之前师父也说，就是如果不相欠就不相见，就是这样子。这个连带的关系，其实灵魂也带着这个恩怨，然后去转世。你说的有点是走题哈。我说的这个人死了之后，肉体死了，不存在了，或者烧了哈，坏了的，但是这个怨气并没有消解，甚至会放大。一个人他的灵魂被肉体锁着，他动不了，对不对？当肉体一旦不在了，灵魂从肉体里解脱出来之后，他无所不在还更容易去报复了，随时可以来找你的。对，所以你看这个刚才说雅晴这个公公远在台湾哈，那人是过不来，可是死了之后经常来到俩人梦里。对，不用签证，不用买票，对，就来了，说来就来，是这样子。这挡不住了，挡不住。对，所以老爷子生气了，说我到梦中来找你，要不带你走，对，要不给你生气赌气，对，反正让你过的是惶惶不安。对，包括那个小美那个例子也是，她说本来那个她丈夫怎么摔的腰，不就那个椅子一直都常年都放在那儿，就那天不知道谁给挪走了，说不定就是这个往生的婆婆给灵魂给挪走了，就让她摔一下。哎呀，真是，来解解气呀，就是所以不要以为一了百了哈，其实人死了之后，能量变得更大怨气会更重，所以呢，你欠人的债的话，一定要还。好的，那前面我们这3个故事讲的都是这个生前的孝顺哈，如果不孝的话，这个往生以后，这个父母真的是有这个怨恨哈，对我们在世的人是不好的，非常不好。所以一定要做功德去弥补、忏悔加弥补功德，是要变得懂事啊。对，
那我们讲到这儿呢，师父也感恩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哈，给这个小美，日本的小美夫妇送个礼物，也安慰他们一下，他们应该今天也学到了。好，我送给他们呢一顶帽子哈。戴着菩提帽哈，让他们开智慧，好吧？也忽悠他们呢。其实这也是太阳帽防晒的，是的，这是纯棉布的哈，这个非常好，舒服的，这个又遮阳还有挡点雨，你看这个红的哈，鸿运当头啊，是就像打橄榄球什么那个帽哈，是，对，非常好哈。对，祝小美夫妇呢健康长寿，好吧？收到，怨气早消，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师父，那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云蒂师姐，这个孝顺的媳妇，我们也给她一个礼物吧。好。好，我送她一袋哈藏香粉哈。真好。这个藏香粉哈，加上一套这个铜的香具，铜的香具哈。这样的话呢，经常在家里点点香哈，这是人天都会欢喜的哈，还能消除一些那种浊气呀、污浊之气、怨气、邪气，对，真好，能够健康长寿，事事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师父。那还有我们最后一位那个温哥华的雅琴师姐，请师父给她送一个礼物跟祝福。好，送给雅晴呢一个很漂亮的天珠，随身携带，能保佑你如意吉祥，事事顺心顺意，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接下来呢，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扫墓上坟的啊。师父好，我是美玲，今年71岁，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我父亲是在我3岁的时候去世的，至今已经有68年了。以前呢都是哥哥去给父亲扫墓，哥哥去世之后，我接下了这个责任。那2023年1月呢，我开始出现了心跳加速、心脏乱跳的情况，常常持续一整天。我朋友建议我去看医生呢，但我始终拖着没有去。一直到清明节前，槟城明月禅堂在4月4号举办了清明法会，我去做义工，并请老师帮我加持。老师让我先抽签，结果是一支下签。他叮嘱我要照顾自己，并建议我赶紧点灯，但我都没有照做。第二天清明节，我和侄儿前往墓地扫墓，可是到了墓园，我们竟然找不到父亲的坟墓。四周全部都是藤蔓缠绕着树木，我们焦急地找了半个小时，嘴里不停地呼唤父亲。终于从藤蔓间隐约地看到了父亲的姓氏，才发现坟墓被完全的覆盖，才导致我们误以为那只是一个树丛。看到父亲的坟墓如此破败，四周围也都是蚂蚁窝，我们心疼不已，决定自己动手清理。花了半个小时，终于让坟墓重见天日。令人惊讶的是，清理后我的心跳不适竟然缓解了许多。回到家后，我越想越觉得心跳异常可能与祖坟被覆盖有关。也许这是父亲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醒我，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隔天立刻到了禅堂，为父亲和历代祖先点了1年的大光明灯，并决定每年去灯。点完灯之后，我就感觉全身轻松了很多，心跳也没有那么快了。又过了一些天，心跳加速和不规律不见了，胸口不舒服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的心跳都正常，再也没有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了。从未为祖先点灯的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它的重要性。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的菩提供灯，让祖先得到光明，往生善处。师父，他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哈，他这个也是挺有教育性的。他就说，当时候他清明节前后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后来到心脏不舒服，到了坟墓那边想要祭拜的时候就找不到父亲的坟墓。
都被藤蔓掩盖了。对，这个特别的不好，特别不好是吧？师父，这个藤蔓就是长满这个坟墓，这个有什么说法吗？第一个就是非常不好。那么怎么个不好呢？首先一个是叫遮盖和阻挡，它的寓意哈。遮盖和阻挡，就是这个祖先，就是这个坟里埋的这个祖先和后面的人要断开关系。连不上了。连不上了，会怎么样呢？就是祖先和后面的人会，比如说夭折、不成人，或者是半路死亡。那太严重了。最少都是精神崩溃。那个藤蔓乱缠绕，可能还会造成精神的混乱。就是至少都叫重度的忧郁症或者精神病。这是很不吉祥的事情。这么严重。而且家里还容易闹鬼。因为它这是阴气太重。是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什么欧洲古堡啊，什么那种老的建筑上面爬满了那些藤蔓哈。对。我们都觉得阴气森森的。对。那坟墓也是这样哈。不好。不好。对。幸好他及时就是看到就把它清理掉了。他说一清理完了，他这里心里不舒服的感觉就好了。他这是初步清理了哈。那明年长不长啊？可能还会。希望不长。不可能的，它是个植物呀。它这留着一点根，或者落那个种子就会继续长。那个藤蔓就是可讨厌，一点点它就一下子长得疯狂。拔不掉的。对。也就是在那个地上有那块基因，它就长。所以的话，我们的清明为什么叫扫墓啊？对墓地本身呢，是做一个清理保护，去完整它、修缮它。其中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里头啊。这形同你住的房子一漏雨了，你要不要把它弄好啊？要。对呀，你要去做这个修缮修补啊。师傅他还说，除了这个藤蔓，那他那个坟墓周围还都是蚂蚁窝。那更麻烦了，那叫乱世哈。杂乱的事情就会来了。还有蚂蚁是不是小啊？小。代表小人后代子孙呢。就乱。对。就是家庭，接下来家庭关系氛围太乱了。那蚂蚁窝，蚂蚁在那做窝了，但是这个坟上会不会出现很多破洞啊？会呀。有了破洞会不会漏气呀？会呀。一漏气会怎么样呢？漏的是你财富之气，生命能量。生命能，我说这个财啊，它不是钱财的财。对，它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也叫生命能量的这个财。那更危险。对呀。所以它不光是让你破财。其实生命能量快速的泄露。就是这样。蚂蚁洞就是很厉害，我们都是说那个大堤上哈，如果有个蚂蚁洞，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嘛，你说都能毁掉。你说这个那是毁大堤，那个那叫很现实性、物理性的一个。就是说它很严重啊，那个洞啊。但是在坟上有了很多蚂蚁窝之后，从风水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第一个小人重重，第二个后代无用。就是这样。第三个，你整个祖坟能量宣泄。就是你在你肚子上扎几个洞，漏着你的元气，你觉得能健康吗？元气大伤吧，我们都讲。那你的这叫阴宅啊，你的祖宗阴宅上漏气的话呢？那后代肯定不好。后代就给废掉了。对。所以那咱们这个师姐的话，就虽然今年她这个心跳乱跳的这个情况没有了哈，看来还是要好好做功德给祖先的。她是不懂啊。要懂的话，尤其是懂得风水的人，一看吓一跳。真的。看风水的人头发都会立起来。都怀疑这个里头尸体是怎么样的，知道吗？会引发很多的就是风水方面的联想啊。这是要花大钱去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就是把墓好好给维修好哈。对。首先是吧，你那个藤蔓，你怎么能除尽？对不对？蚂蚁窝怎么能修好？蚂蚁不再来。还要把这个地方阳气增加。这些都需要更有功夫和另一番知识学识才可以帮到他。
但是也要做，也要去做呀，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但是懂的人少呀。是。好啊，不管怎样，这个美玲今天先得到了师父的这个指点哈，这个方向是有了啊，真的要去做。对，他就是以为就是说，你看藤蔓除了之后，我的心乱跳，这个好一些了。对对对，没那么简单。更麻烦。好，那我们接着做，反正不管怎么样，也要是祖先要好好的。对，就是阴气太重了。好的好的，哎呦，那也给美玲给一个小礼物，给她压压惊啊！好，然后继续的给祖先做功德，把坟墓好好修好。拿那个金刚杵吧。再拿那个熏香哈，香薰，你是这个你自己做不了哈，但是呢，到时候请禅堂的，是有些修行的师兄呢哈，就请呢去到那个坟上哈，会做一些能帮你一下的话，如果你请得动的话哈，去在那去熏一熏，增加它的阳气，破它的阴气太重哈。对，用这个藏香粉哈。第二个呢，给你一个这个金刚杵，哎，对。平时呢带到你的包包里头，好吧，增强你自己的阳气，你的心脏就好了。因为阴气太重造成的，可能受这个坟哈阴宅的这个影响造成的啊。再带上一颗天珠啊，我今天在这做一个特别加持哈，真火能量天珠，带在身上能帮你呢避开这个阴气哈，才可能你会。各方面都会好起来哈，但是真正解决问题，多做功德啊！之后再请禅堂的重要的老师帮你一下，好了，送你这么多礼物，太感恩师父了，感恩师父的指导，如意吉祥，感恩师父的加持，感恩师父。师父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位新加坡网友带来关于他往生父亲托梦的一个故事。好，他是新加坡的小鹏，今年59岁。1992年，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享年60岁。2018年，我第一次参加菩提禅修健身班，在课程中，我从师父的开示中学到，我们可以通过点灯与念佛，帮助往生的亲人离苦得乐，往生善处。这让我萌生了想为父亲尽一份孝心的念头。从那时起，每逢清明节和盂兰盆节，我都会为父亲点灯。然而，当时的我对点灯的意义缺乏理解，因此每次我都只会点最小的4小时小灯，心想心意到了就足够了吧。直到2021年清明节前，我像往常一样为父亲点了灯，没想到我梦见了父亲。父亲光着身子，赤脚蹲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厕所角落，双手撑在膝盖上，神情孤寂无助。那画面让我心如刀割，也非常不安。醒来之后，我马上点了一盏1天灯给我的父亲，也焚烧纸钱、衣物和鞋子给父亲，希望他都能收到。然而很快，我竟然又梦见了同样的画面，父亲赤裸的身影，那种寂寞无助的感觉，一切都与之前的梦境如出一辙。于是我又为父亲点了4盏灯，希望能给予他更多的助力。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禅堂供灯处师姐的电话，她语气非常凝重地告诉我，您的父亲的灯被熏黑了，这不太吉利，建议您赶紧点更大的灯。听到了这番话，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多，然而父亲依然在受苦，他需要我为他做更多的功德。于是我不再犹豫了，我立刻为父亲点了7彩灯，并以他的名义塑地藏王菩萨金身。此外，我还在语书房以父亲的名义赞助学习地藏经的音频和视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为父亲累积更多功德，祝他早日离苦得乐。
紧接着，我参加了父亲的网络念佛班，我参加了师父的网络念佛班，每天虔诚地跟随师父引导，为父亲诵念，并将功德回向给父亲。每次念诵的时候，我心中都会观想，师父与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光芒照耀着父亲，加持他早日脱离黑暗，走向光明。直到念佛班结束的几个星期后，我竟然第3次梦见了我的父亲，而这一次的梦境呢，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父亲穿着整洁庄重，父亲的穿着整洁庄重，像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师，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神情安详自在。梦中的环境也变了，不再是阴冷潮湿的角落，而是温暖祥和的。看到这一幕，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跟喜悦。那一刻，我知道父亲得到了佛菩萨的接引，离苦得乐，往生善处。感恩尊贵的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佛菩萨。他这个故事真是，他父亲也是1992年往生嘛，他直到26年以后才就是跟师父学习，才知道要为他做功德。都前头不管呢。对，结果不懂嘛。那种感觉也是叫一了百了了。是呀，对，我觉得他父亲好可怜呢，是等了26年，就等来一盏小灯啊，小小的灯啊。然后4个小时的小灯哈，对呀，就是那个小蜡烛一样。对呀，所以不得不给他托梦啊，让看到自己。这关键，这是亲爹吗？这是亲孩子吗？哎呀，所以这个无知真可怕哈！哎呀，对，然后连份亲情都没有吗？就是无知跟不孝嘛。对，我觉得他老爸太可怜了，然后托完梦，然后哎呦，都连衣服都没有，是，就是在一个角落里，多可怜啊！还在厕所的角落里。对。所以他之后又给他父亲说，我就点1天的灯。但是那天晚上，父亲又给托梦说不行，对呀，托梦说不够啊，儿子，还得点呢。哎呦。然后他又想说，好像还不够，他就又点了，就是4盏灯，4盏也不够啊！哎呦，真着急哎！你看那一天就是他的灯啊，那时候还是我们常常点着明火灯嘛，对，那个酥油灯那个都熏黑了，对，我记得师父说这样的非常不吉祥，不好。就咱们点那个酥油灯哈，这是我亲自点过无数盏了，有些因为我们很多都有供养人嘛，是同样材质的东西。在同样环境下，我就用强力打火机哈，点不着，有的点20分钟都点不着，还有的好不容易点着了之后哈，1-2个小时之后，整个这个油灯这个玻璃瓶里头啊都是乌黑的。对。正常的灯里头没有什么乌黑，就是正常玻璃都是能看得见，是透明的。对，它那就是乌黑的。对，这些都有问题。对，父亲又警示他了，这样还不够。对，然后又点，好不容易点了7盏灯了，还素菩萨的精神，对，就做了其他更多的功德。哎呀，终于明白。关键是20多年哈，是对那么你亲爱的父亲不闻不问的。我觉得他不是没有那份情感，就是不懂，当时也不懂要祭祀。我们当时在去年嘛，在温哥华禅堂不是也是嘛，一个师姐，然后来跟师傅来，那师傅帮他答疑解难，他就说自己很倒霉啊，什么又摔倒了又怎样的，师傅帮他看嘛，说不对呀，说你这是一个你男性祖先对你不满嘛哈，一个大黑衣塑料袋就给他罩过来，把脸蒙上了，对吧？对。然后师傅就问他说。然后他说你们家那个有没有往生亲人？他说我爸刚离世哈，刚去世不到1年那时候。师傅问他说你有没有给你们历代祖先点灯啊？他有点呢，还理直气壮的，很骄傲嘞。师傅说点了多少啊？点了1盏呢。全部历代祖先一起共享这个意思。对，一共就那1盏，一个人连个火星都分不到哎。点了1盏还是个小号的哈。对，最小的，最小的，点了1盏。对，你说那祖先能开心吗？不开心都分不到，就是所以我觉得摔跟头嘛。给我们学习哈，其实就是学习这个朴素的做人的道理。人哈，就是如果不懂道理了之后哈，才是真正的会犯错犯罪，会惹出很多的麻烦来。就像一头牛到了大城市之后哈，他懂得交通规则吗？
不懂，懂得红绿灯吗？不懂，懂的是警察吗？真不懂，啥都不懂，就胡蒙乱撞。是的。最后呢，既伤人又害自己啊。真的。对，所以人要不懂道理，才真是犯罪了。还真是这样。对。你说，你看前头这个应该是个师姐吧？哈。是。你父亲去世了20多年之后，你就没做过任何事儿啊？是。难道你父亲不爱你吗？你不爱你父亲吗？他肯定是爱，对不对？对。那为啥没有做呢？他就觉得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他以为就没有这回事了，可能也会偷偷的会默默流眼泪啊，想念父亲，对不对？对。但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正确的做法。对。好不容易点个灯，还以为点那一盏就够了。是。所以的话呢，通常怎么做所以清明节的时候，像咱们华人来说呢，第一个就是上坟祭祖。是。对吧？上坟祭祖，扫墓。扫墓。对。带上祭祀品。就是对祭拜。祭祀，烧纸钱。对。烧纸做的衣服。还带很多好吃好喝的。尤其是你知道的，你的长辈爱吃的什么东西。对。不管鸡鸭鱼肉，不管是啥爱吃的，你就拿。是。好吧，这个不是学佛，这是学做人。是。你孝敬你的长辈的，就应该这么做。对吧？还有呢，到了这个盂兰盆节，为这个往生的这个父母亲，还有你的亲人，还历代祖先呢，甚至再说多远一点冤亲债主多做功德，也就是借这个佛光去普度他们，去超度，对，超度，对。来了自己的这个业债，要这样子所以在南传里头呢，这个时候是供僧大会，是的那我们呢来供佛，让佛光普照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往生的亲人，还有无数无量的这个冤亲债主们，对，是，我们才能活好，是的，对，还有呢。在人世间，你有师父恭敬供养师父，去发心供养你的相信的这个宗教的道场，对，多做善事，对，心怀善念，这都是在为往生亲人做功德，他们好，我们才好，记住这个感恩师父。好，那我们给这个新加坡的小朋也送一个礼物。好，哎呀，终于开始慢慢学明白了，这太重要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法力无边威力无比大黑天菩萨能护着你，好吧？消除一切的罪障业力能够驱邪这个避凶如意吉祥，还有呢，把这个咱们菩提的铜质的金刚杵带在身上，随身带在包包里，睡觉放在床头柜来护佑着你如意吉祥，事事如意收到，感恩师父。好，那也提醒一下网友们，我们今天听了那么多故事，其实应该也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就是祭祀超度我们祖先的重要性。那现在正是那个清明季节嘛，清明节是4月4号，那就是今年师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功德的平台，就是为我们的祖先和往生亲人点这个清明超荐灯。那一盏灯才每斤6块钱，其实这个是师父的一个美意希望我们也多多想起需要帮助的一些祖先亡灵包括我们的这些往生亲人，都为他们多做上一份功德，让他们能够得佛的护佑。那就是我们现在离清明节这个截止报名的日期呢才不到1周，那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就是现在你想起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就到学院网站上 www.puticollege.com 然后去做这份功德。关键这是最后一个礼拜对，今年的清明节的你要做这些功德，这是最后一个礼拜，抓紧时间对，就是真心的就是6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平价我们都担负得起。只要真诚的就让这个逝去的亲人能够在佛菩萨那儿有一个登记，得到这个佛菩萨的护佑。
但是刚才我们也听了这个新加坡小鹏的故事哈，如果想让他快点得度哈，往生的更好的地方的话哈，那我们就多做功德，尤其是我们越爱的往生的亲人，越有情感的哈，对，我们也要多给他做功德啊。对，6块钱在加拿大、美国地区哈，就是买一杯普通饮料，那是就是这么个钱，买个麦当劳还10几块，买不到，对，买一套麦当劳10几块，是，所以我们这6块钱就买一杯饮料，是这样，对，好，那我们就听明白了啊。然后还有刚才呢，我也看到网友们也看到师父给送礼物的时候就送金刚杵啊，还有这个香粉，对，这些都是辟邪的，对，非常必要。对，因为在这个清明季节呀，这个时候就是这种邪气呀、鬼气呀、孤魂野鬼，甚至有些冤死鬼也是在到处游荡的啊，所以我们辟邪身上有这个吉祥的法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菩提的这一些护佑的法物哈，真的是帮我们避邪避灾难。那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这个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伟玉哈，他说：“师父好，我叫伟玉，今年34岁，来自马来西亚的甲洞。我是一名啦啦队的教练，经常带着孩子们外出比赛，所以出入平安对我很重要。每次出门前呢，妈妈都会到禅堂为我点灯，我都带着从禅堂迎请的黄水晶手串，旅行呢一直都很平安。2023年的年初，妈妈又在甲洞禅堂请了一串黄玉念珠，还特意配上了10字金刚杵送给我，我很喜欢，一直带在身上。2023年9月末，我带队去泰国曼谷参加比赛。到了曼谷机场，下飞机后，我的黄玉念珠突然断开了，散落了一地。我赶紧捡起来包好。我知道念珠断开是不吉祥的，我就真心的祈请金菩提宗师护佑我，还把金刚杵放在包里带在身边。10月2号，比赛顺利结束了，我带着10个队员，准备第2天下午去逛曼谷的购物天堂暹罗百丽宫。我提前订好了第2天下午2点钟的车，准备在暹罗百丽宫玩到晚上。我怕睡过头，还特意订好了闹钟，还把装了金刚杵的那个包包呢放在床头，提醒我明天准时起床。结果第2天我一觉睡到了下午3点多，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错过了预约车，我责怪自己，哎呀，怎么连闹钟响都没有听到呢？而且我还有10个队员呢，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叫醒我。没办法，我又重新订了个5点的车。快到5点的时候呢，我打开手机准备联系司机，突然看到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暹罗百丽宫今天下午4点发生枪击案，已经造成了2死5伤。天哪，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怎么发生了枪击案呢？我赶紧跑到队员的房间，他们也看到了新闻，都在忙着给家人报平安呢。我越想越后怕，如果我们2点上了车，4点这个时间，我们一定会在案发现场的。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带的10个队员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他们的家人交代呀？家人该多伤心呢？我突然想起，我的黄玉念珠一到曼谷就断开了，其实是在提醒我，帮我挡灾呢。幸亏我还有金刚杵，别看它个小，威力很巨大。关键的时候加持我们一行人全都睡过了头，所以错过了预约车，也躲过了枪击案。菩提的法物太灵了，我很感恩师父的护佑，让我们躲过了大劫难。我回来以后呢，就去禅堂给师父点了灯，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还把救命的黄玉念珠和金刚杵拿到禅堂重新穿好，又带在身上。妈妈呢，又给我请了一个更大的金刚杵送给我，让我有更多的护佑。真的是有菩提法物随身，我们才能平安吉祥啊！哇，他这太惊险了。对呀，他这个很奇特了，对吧？对，你说
一个教练加10个队员，11个人全都睡过头，对，而且他还上了闹钟都叫不醒，是，对，而且刚好那一次就发生这个枪击案，就是那个时间嘛，所以就是让他睡过头，所以才没有去到那个案发现场，躲过一个劫难的。哎呦，我觉得他说就是当时他一到曼谷，他妈妈给他请的这个黄玉念珠就断了。他就感觉说哦，他可能也有学过，他就说哎，这个是给我挡了一个灾。那确实后来真的如此。是，对。师父啊，是不是就是只有这个黄玉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就是避灾功能啊？就是师父加持过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去避灾避难，是这样的。对，对。对，然后不光是黄玉，白玉也好，黑玉也好，都行，都可以。对，然后他妈妈也特别有悟性啊，又给他请了一个大的金刚杵，赶紧送他，都一起都带在身上。还是妈妈懂得哈，更是有福哈。对对，是，所以这个我们的网友也是哈，正好又在这个清明时节哈，到我们的这个菩提禅修学院网上，也给自己请一个金刚杵，现在还有很优惠的价格，对，是非常好的，感恩师父的慈悲，这也故意呢，因为在这个节日哈，大家是非常需要能够护身的宝物哈，对，那所以呢，我就是脑筋一热，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得到护佑，是，所以直接用成本来给大家结缘哈，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变成1半的价钱，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优惠是有限时的哦。20天，对，20天在那个下面有打，就是今天开始，然后20天，对，到4月17号，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就是尽早去引起你的金刚杵。是，对，学院网现在这个网站那个网页都很好找的，正好是这个清明期间的辟邪法物哈，对，都在一起，非常的好找，对，包括刚才师父也送一个网友那个大黑天的吉祥卡，那个也是很有用啊。是，那个就是有一套的大中小，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小的就放到我们的那个随身的那个包包啊、钱包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大号带去旅行也是特别好。对，那个或者是学生宿舍呀、书桌上啊、卧室里啊、床头柜啊，这个很管用。对，非常管用。对，是特别好用。对，前2天才有一个美国的师姐给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她请了这一套，就是三个大黑天的大中小唐卡，给了他的儿子嘛。然后他儿子刚好这个时期呢，他就去欧洲，对，去欧洲旅游。然后他说去看一些那个古的一些博物馆啊，古的一些建筑。然后说儿子呢，其实去到来那个第一天。他回酒店那天晚上就睡不好，就是说他一直看到他的那个房间里面飘来一些黑影子，然后让他觉得非常心神不宁。对，然后到第2天呢，就是非常那个迷迷糊糊的，整个白天也是集中不了精神嘛。到晚上又看到黑影子，又睡不好。那当时候呢，在那时候儿子就想起，在他出发之前，他妈妈就帮他把这3个大中小唐卡都放到他的旅行包里，然后他想起妈妈说这个可以辟邪我就拿出来。他拿出来了，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就是一左一右，然后一个在上面，这样子。当晚就睡得非常好，就不再有黑影子来打扰他了，黑影就吓跑了，对，让大黑天吓跑了。是，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出门在外啊，就是有这些护身的宝物在身旁，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是的，非常感恩师父。好，那我们这个伟玉师兄啊，师父也送给他一个礼物。好。好，送给这位伟玉师兄呢，一颗这样特制的特别加持过的，看看天珠1颗，哇，师父，对，伴随着你如意吉祥，太好了，一路顺心顺意，对，收到，天珠也是特别的辟邪的对，很吉祥的法物，师父，就在这个节日里头因为很多敏感体质的人无论去上坟了你看刚才咱们马来西亚的那位师姐，她那个祖坟上这个阴气缠绕
那么多那些绿色的植物把这个像藤蔓似的把这个坟给笼罩住了，这是非常不吉祥的。所以如果拿这个藏香去放到香炉点燃熏一熏的话，我想可能会起一些作用。同时呢，就是有一些住宅呀、一些公司行号哈，有一些也是阴气比较重啊，你总感觉有一些黑气、黑影子飘来飘去，还有一些机构的是总出一些怪声音和一些不吉祥的事的。哎，你这个藏香哈，我们这个特制的藏香呢，去熏一熏啊，你连着熏7次啊，一共7包，也许就很起作用。3天熏1次啊，就记住呢，你那个房子里头有没有那个火警的那个报警器，要注意哈。火警报器。对，因为它会冒很浓厚的烟。所以这个你要处理好哈，不要报警完了屋里又洒开水了就不好哈。是。对，这个是用来除邪障的。所以这个药粉呢是经过特制加工的，有很多非常宝贵辟邪的药物在这个里头。所以的话呢，你真有这个需求的哈，对，请上几包这个藏香粉哈。包括咱们禅堂给大家那个汽车的那个熏车的那个吉祥加持也是用藏香粉。是。对，把这个车里头那个不好的邪气的能量不足的那个磁场哈，给它去掉之后，把这个纯阳的这种清净的高能量的这个香味和能量加持到你的车里去，你就是出入平安，如意吉祥。这太重要了，感恩师父。师父，我们有一个网友也问哈，就是说，他说这个对于海葬跟土葬的有什么建议吗？那清明期间没有墓碑，需要维护，后代如何祭拜父母和祖先？其实刚才师父也有讲，就是有墓碑的，我们一定要去；有坟墓的，一定要去扫墓啊，有祭品啊，这一些去祭拜。但是同时呢，其实也应该是到宗教的道场哈，为老人为去世的亲人做点灯啊、供养啊，做功德回向给他们。那像我们，你看，像我们北美这些移民的这种老家都不在这里的哈，也是很难祭祖，所以我们都是选择到我们的道场来做功德反而是通过佛菩萨的这样的护佑，把这一份吉祥吧送给往生的亲人。其实这是最根本的帮助到他们。对，所以师父就是网友他有问到这样的，我们是给他这样的指导，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非常明确处理过这类事情但是呢，我们有道场呢，可以将你这个往生的亲人或者是祖先牌位对，供在什么前呢？一个是药师佛，佛像旁边的小佛像上，还有呢，就地藏王菩萨，对，他背后的小佛像上头立上这个牌就可以了。对，那你每年有发心。道场呢，帮你做这份功德就可以了。对，对，很重要哈，每一年都要去续这个功德。对，这个是可以的。对，很多道场都有，你看，尤其是温哥华禅堂，是的，就有，好吧？那是很庄严的哈，很好。那是我们在北美创建修道的第一个道场。对，对，那个是非常灵验的哈。是的。对，所以可以给温哥华禅堂呢打这个电话做个联络试试看哈。应该是可以的。感恩师父。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哈，一个是你看全球的各种的这个天灾人祸也挺多的，有刚刚等于是昨天前天的刚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啊，人心都不安呐。俄乌战争现在战火还没有停息对，2亿的地方还在开火对，所以世界并不是那么太平。最近韩国也大火。韩国也有大火还有今年之后，那个空难还特别多。是。其实还有一些传染病在流行吧，因为媒体不敢报道，可能因为政治问题不敢报道，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怎么样让自己如意吉祥度过这些灾难年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用最真诚恭敬的心来念佛。但是如果念佛期间我们如果希望
对自己的往生的亲人啊，能够给一份祝福的话，希望你呢把这个祝福的这些文字哈，这个心愿写出来之后，我们工作人员进行挑选式的啊，会贴上去啊，大家都会能看到的这个屏幕上去。这样的话呢，借大家的啊这个一心一意啊，借这个佛菩萨的威力啊，帮大家消灾灭难，帮这个往生的亲人啊往生天界、天国、天堂乃至东方琉璃世界。那让这个活着在世的所有的亲人朋友们呢，能够健康长寿、如意吉祥、心想事成，成就美好的心愿。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念佛。电塔红贝看着，贝看着，马哈贝看着，兰扎萨摩，嘎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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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红贝看着，贝看着，马哈贝看着，兰
란자 사무 가디소하 디엔타 헝베이칸제 베이칸제 마하베이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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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란자 사무 가디소하 디엔타 헝베이칸제 베이칸제
런자 사무 가디소하 디엔타 헝베이칸제 베이칸제 마하베이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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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런자 사무 가디소하 디엔타 헝베이칸제 베이칸제
萨摩嘎对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伦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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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摩嘎对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
제 런자 사모 가디소하 디엔타 홍베이칸제 베이칸제 마하베이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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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런자 사모 가디소하 디엔타 홍베이칸제
被看见，人在沙漠，嘎的梭哈，电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人在沙漠，嘎的梭哈，电塔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人在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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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的梭哈，电塔红被看
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迪梭哈殿塔吽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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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迪梭哈
런자 사모 가디 소哈颠他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런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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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사모 가디 소哈颠他红被看见
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殿塔吽贝堪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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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殿塔吽贝堪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殿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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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卡德梭哈殿
他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人在沙漠，卡的梭哈，电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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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被看见，被看见，马哈被看见，人在沙漠，
梭哈，电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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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哈，电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好，大家搓搓手，之后轻轻搓搓脸，拍拍头，好，拍拍前胸，做一下深呼吸。好，大家这个真诚的心哈，就是让佛菩萨都收到。那我看到的，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这次看到的，穿着很彩色的袈裟的药师佛有多大呢？哈，和我们看到整个天一样大哈，彩色的哈，穿着彩色的袈裟，可快乐啊，那个微笑的哈，放的这种七彩的光啊，对众神灵维护的整个这个天庭当中啊，非常吉祥殊胜啊，这个是我们的真诚有关系哈，我们越真诚，佛菩萨就越帮我们。这种吉祥的事还有很多，香可你读两个咱们现在网友的留言哈，有些留言也很精彩哈，很感动，来。是的，师父，刚刚念佛的时候，网友们就在纷纷发嘛，就是得到师父佛菩萨护佑的这一些小故事哈。其中这个网友叫 JSB 红，他说：“师父好，弟子迎请您亲带保命锁宝物之后，在严重中风之后，奇迹般的在1小时后就完全恢复正常状态，恭敬感恩师父您的金口玉言和救命之恩。”这位网友应该是在我没错应该是新加坡禅堂那边，太棒了！迎请师父一个宝贝，就是一个长命锁对，这也是很神奇的护佑啊。对，这个中风不是一件小事哈。对，这个很多中风就要命了，对，恭喜恭喜哈！恭喜！他叫啥 ？JSB 红。JSB 红哈，读过去我们就忘了哈。真的是。我们再送他一个天珠哈。哇！有这个坎银丝的一个天珠哈，很吉祥哈。虽然他是新的有几年呢，但是他对你的护佑加持力是一样的哈。祝你平安，祝你吉祥，祝你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新加坡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金苹果，他说：“师父好，
禅堂推出清明点灯，在我为婆婆点灯的第2天，我就梦见婆婆在家吃面条。婆婆去世还是第2周，感恩师父。哎，这倒是个挺好的事情对，哈。还是挺吉祥。他说的这个感觉梦境还是挺吉祥的。好事情，好的，好的，很好，有礼物。非常感恩师父。哎，一个是看银丝的哈，一个天珠，祝你如意吉祥，长命百岁，你的婆婆得以往生东方极乐世界。哎，感恩师父。师父，还有这位网友 Phyllis 2，他说感恩师父，我帮往生的四舅点了清明超荐灯，就梦见了这个四舅。梦中呢，舅舅变得年轻了。还比以前还长得好看。以前他有鹰钩鼻，梦里他就没有这个鹰钩鼻，非常帅，头发乌溜溜的。更重要的是，梦里他是菩提禅堂的一位志工。非常感恩师父和佛菩萨的帮助，接引了舅舅。舅舅生前是被一名精神病人杀死的。哎呦，这些年我一直有为他点灯，可是从来没有梦见过他，直到这一次为他点了这个超荐灯，非常感恩师父。你看多灵验呐！对呀，真好哈！还长帅了，你说？对，这很吉祥。给这位网友叫啥 ？Phyllis 2哈。好，送一颗天珠哈。希望你的舅舅早日得解脱哈，得这个药师佛进往生东方琉璃净土，好吧？你也如意吉祥，心想事成。收到，感恩师父。还有金潭炫网友，师父好，公公去世后呢，我家师兄梦见公公破衣烂衫的，看着非常可怜，我们就在佛堂为公公点灯做功德，也在家念佛回向。隔了几天，师兄就梦见公公神清气爽，笑容满面，穿戴整齐，而且公公还对我师兄说，金菩提师父是佛，你们要好好跟着佛修行啊。这太好了！哎呦，这还很有觉悟哎！哎，真好哈！对，送给这位网友呢，我送他呢大黑天哈菩萨哈，护着你哈，2张其实3张哈。这一套的。一套的哈。好，祝你如意吉祥啊，事事平安啊，得佛菩萨护佑哈。收到，感恩师父。还有何雪金。感恩宗师和佛菩萨加持，慈悲加持，我为往生的亲人、历代祖先、累世父母、冤亲债主、堕胎婴灵都做了供灯等功德之后呢，女儿由叛逆变得懂事、勤快、乖巧、听话了，我的身体状况也在康复中了，家里的场能也吉祥了，真心叩谢，感恩宗师佛菩萨慈悲的加持护佑。好，太好了！哎呀，真好！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哈，祝你如意吉祥，长命百岁，事事如意。收到。送一颗天珠给你哈，保佑你。感恩师父。师父。还有 Lucky 网友，我为母亲点了清明超荐灯后呢，有一天晚上梦见我在梦中遇到一些障碍，母亲在高高的佛台上跪着为我祈福念佛，有另外在另一处低一点的佛台上跪着还有一个梦是在低一处的佛台上跪着为我祈福念佛，感恩师父。总之就是母亲也在护佑他，也在帮助他了。是好，太好了。得到佛菩萨照顾哈。对，祝你们全家都能心想事成哈，吉祥平安。送你大黑天菩萨护着你们全家啊，收到，心想事成哦。感恩师父。那也提醒一下各位网友，如果你还有类似像这样子佛菩萨师父护佑的一些精彩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可以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现在打出来，这个邮箱是驼队803@gmail.com。那如果说你的故事入选的话就是我们下一次直播会送你一些特殊的奖品所以希望大家那个故事写的细节描述越多越好。所以这样子获选的那个几率越大对，是的，欢迎大家把好故事来发过来哈。就是你看听我们讲的时候，就激发你想起你的故事来哈。你的故事越完整越有意思哈，就可能呢我们来这个诵读你的故事哈，让大家都能受益啊。同时呢也会给你鼓励的啊。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吧哈。好的，非常感恩师父，我们今天也学到了很多，也跟着师父一起哈，为祖先、为往生的亲人啊去诵念超度，也为需要祈福的亲人去祈福念佛。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下一次的直播时间啊，那是北美温哥华时间2025年4月5号的晚上6点钟，亚洲台北2025年4月6号上午9点钟，我们到时候再见。好，祝大家如意吉祥，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出入平安，收到。下次直播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